这盏莲花灯是为本次灯谜社的头筹奖，不是银子的事儿。就喜欢这个花灯？好喜欢的。等着，爷赢下来送你。好。花灯摊前，那对看起来分外登对的璧人，是我的妹妹和妹婿。早在数月前，他们定下婚约，而我可痴且无可救药地觊觎着妹妹的未婚夫。我喜欢楼寻，喜欢了很多年，只是他不知道，谁都不知道。就在我以为要将藏了多年的心思彻底掩埋时，命运好似开始眷顾我。楼家一喜失势，徐子越不愿下嫁楼寻，当入死鬼魂术。你们楼家如今遭了圣上厌弃，你也被流放边关，不日便要动身，我凭什么要嫁给你过苦日子？你如果真的爱我，怎么会舍得我吃苦啊？楼寻，爱是成全，是唯愿我好，而不是以爱为名捆绑彼此，去要求我牺牲。你我婚约就此解除吧。星河被心变进入的演练青春难负惊人。笑话好看吗？楼寻，他不嫁你，我嫁你，好不好？不敢不放不悔过，不疯不活成我，你却飞兰若佛陀，独不怜我。女儿愿带妹出嫁，履行婚约，求父亲母亲成全。许渊，你脑子是进水了吗？明知他们楼家如今什么情况，你还非要上赶着往火坑里跳？我喜欢楼寻，我愿意嫁给他。紫月姐，有人自甘下贱，你又何必再劝？父亲母亲，我自幼便被寄养在乡下，直到祖父去世才被接回你们身边。我知道数十年不曾见面，让你们对我感情稀薄，我从未苛求过什么，也从未怨怪过你。但今天女儿恳求你们成全我一次。守住誓言。彼时我一腔孤勇，靠着满心爱意，为藏在心底多年的少年披上嫁衣，与他拜了天地，结了夫妻。哪怕明知他不爱我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愿意嫁给我？楼家如今在京中立不了足，嫁给我后你会被牵连，你要随我一起去边关，边关苦寒，你还记得那年许家家宴吗？我叫许渊，周岁时父亲找人算命，说我命中克父，官运坎坷，故被寄养在乡下，直到多年后被接回许家，方才见到父母生下的另一双儿女。他们是龙凤双胎，在父亲官运亨通时诞生，好像从出生起就带着恩赐，与算命口中克父的我截然不同。渊儿刚回来，过几日家中设宴，子月带他去认认人。他一个乡下回来的土包子，去那儿丢我们许家的脸吗？徐子木，我才不认她是我姐姐。原来她就是许家那个野丫头啊！听说她从小被养在乡下，前些日子才回来。看她那样子，哪像大家闺秀，还不如我的贴身丫鬟呢。我倒是觉得许大小姐气质独特，比在场诸位嚼人舌根、矫揉造作的闺秀强多了。我从未想过，一别今年，有朝一日会与藏在心底的少年再次重逢。我天真的以为那是命运对我的眷顾。今日有幸邀请到诸位，一是共赏春色，二是有喜事宣布，小女徐子月与楼家公子楼寻已定下婚约，则即日完婚。姐姐好，我是楼寻，子月的未婚夫。他完全不记得我了，只将我当作心上人的姐姐。原来久别重逢不过是命运与我的玩笑，我偷偷藏在心里暗恋多年的人，转眼成了我的妹婿。对不起，我这就收拾。你先下去换身衣服，这里自有下人收拾。对不起，失礼了。
那年许家家宴是我回京后初次赴宴，当时被世家公子小姐们奚落之时，娄公子曾站出来仗义直言，许愿不是我一直感怀在心。娄公子是很好很好的人，纵如今一时困顿，日后也一定会守得云开见月明。你喜欢我？不是，我不喜欢你，我只是可怜我？不是，那是什么？是许渊不忍昔日意气风发的少年被接二连三的打击，不忍见他眼底黯淡无光。我想告诉他，不是告诉你，你很好很好，你值得被爱，会有人爱你的。我就会。我知道你喜欢的人不是我，但没关系的，我不会强求你喜欢我，你就当是许家欠你的，就当我嫁给你这件事是件对我们双方都好的事，你不用对我有任何的负疚，因为我也有喜欢的人。喜欢谁？你不认识他。不喜欢我就好。许渊，我想你应该知道，我答应娶你有和徐子月赌气的成分在，我对你没什么感情，也给不了你喜欢和爱。我知道。不后悔？不后悔。我去打地铺。委屈娄公子了。他腰间悬挂的玉佩是徐子月退回来的定情信物，他对他仍有旧情。我知道我在他生命里的刻度远远抵不上他青梅竹马的徐子月，我不贪心，能再次与他相逢，能离他近一点，再近一点，于我而言就很知足了。许渊早些安睡，明日便要动身启程，前去边关。知道了。出了这城门，下次回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。边关路远，家书难寄，你会见不到你的家人。你也是我的家人啊，有你在的地方也是家。你不后悔就好。大哥，马车里的人是谁呀？怎么流放还坐马车呀？娄家的。京城那个娄家怎么就……据说是娄老将军布置己见，出言顶撞圣上，圣上震怒，这才又念着娄老将军年事已高，开恩允准娄家公子代父受过，全他一片孝心。听人说这许家小姐还是刚入门的心腹，就把嫁妆全换了车马，打点关系。你放心，我没有那么娇气，不会给你添麻烦的，我能照顾好自己，还能照顾你。值得。什么值得吗？为一个连爱都吝啬于给你的男人牺牲那么多，值得吗？许渊，回答我。值得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娄寻，娄寻值得。只因我昔日仗义直言，你便愿如此倾心相待，那他为什么会那样决绝地舍弃我，舍弃我们昔日的情谊？我与他青梅竹马，我一直以为我将来会娶的人是他。许渊，别喜欢我，不值得。其实我与他之间的交集远不是许家家宴上仗义直言那么浅淡。我认识他早在我回京前，早在我15岁那年，只是他不记得，他心有所属。于是那段难以释怀的时光成了我一个人的刻骨铭心。我从未奢望我的爱能够得到他的回应，我只盼着他平安喜乐，若此便好。怎么回事？你受伤了？待在马车里别乱动，别乱看。好。主子，都处理干净了？都处理干净了，看穿着像是这一带的流寇。既是流寇，又何须猛烈？只怕是京中有些人摁不住手脚，想着赶尽杀绝。那我们藏在暗处，总归是方便行事。传消息，就说娄寻死了。想问什么？我想好什么该问，什么不该问。有些事知道的越多越活不长。我不问，只要能让我跟着你就好了。你胳膊上还有伤，你别受凉。自己都抖成筛子了，还有空关心别人？许渊，
觉得冷的时候要说冷，会哭的孩子才有糖吃。知道了。怎么？披风很大，我们可以一起去那儿。你，我们是夫妻，夫妻之间无需那么生疏见外吧？怎么会有人像他一样，看似娇娇怯怯的，实则果敢决断，让人无法拒绝，又总忍不住将目光落在他身上。醒醒，楼玄，她是子月的姐姐，你喜欢谁也不该喜欢她。老玄，我在，安心睡吧。殿下，慢些。听说了吧？押送楼寻的官差在路上遭了流寇，他死了。你说，若是楼寻九泉之下得知他昔日捧在心间的人，如今在本殿身下承欢，会不会气得活过来？殿下，你好坏啊！这个节骨眼提他一个死人做什么？多晦气！好，不提他，好好疼你。你身上怎么这么疼？是那只剑上带的毒。楼寻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楼寻，没死。你不会死，我不会叫你死的，我会救你。雪，你疯了！别！小霞不小心被蛇咬伤，都是这样将毒吸出来的。只要流出来的血开始变红，就会没事的，不会叫你有事的。你看，吐出来的血开始变红了，没事了。你傻不傻呀？若是这毒，那就和你一起死，生同亲，死同绪。那晚他高烧反复，情急之下，我只能褪下衣衫，以身之冷为他降温。那是我与他成婚后第一次肌肤之亲。你是谁？我是你的妻，别抗拒我，别推开我。子月。我在。雪，你怎么？昨晚你高烧反复，我才。一个女子，更该珍重自身名节。可你是我夫君，但我对你没有感情。许愿，先前冒昧的答应与你成婚是我不对。你是个好女孩，你不该被辜负在一桩从一开始就没有爱只有利用的婚姻里，那样对你不公平。所以你是后悔娶我了吗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你值得更好的人。因为你心里还有他。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会注意的，不会给你带来困扰的。对不起。不用说对不起，我喜欢一个人倒不是你的错。他眼眶怎么红红的？刚才是哭过。前面不远处有个小溪，可以下去洗把脸，我带你过去。不用了，我听到水声了，能找过去。主子，你真的是许大小姐多好啊！不知道你是为了陪圣上做局的情况下，还愿意陪你受苦流放，赔上嫁妆打点一切，又豁出性命明节救你。闭嘴！你就嘴硬吧，早晚火葬场。近日京都那边有没有传过来什么消息？有，就是说三皇子和徐子月的婚事敲定了，定在年后中秋。自打我们离京，他就更加肆无忌惮地笼络朝臣，要买人心。现如今几乎是所有人默认的即位储君。子月要嫁给三皇子，许家对他日后即位助力很大。许二小姐又曾是你未婚妻。去信京都告知子月，三皇子为人阴险狡诈，不堪为良配。主子，你怕是忘了，你现在是个死人，现在贸然传信过去会暴露的。坏了，这下不传也暴露了。抱歉，我不是故意偷听的，我只是想取个帕子。听到什么了？您与圣上做局，还有徐子月不日成婚。圣上年事已高，各皇子觊觎皇位已久，陛下知其诸子心性，
心中早有储君人选，奈何三皇子母家太盛，在朝中盘根错节，极难拔出，这才与家父演了这么一出戏，以流放掩人耳目，实则调边军驻守京郊外，再伺机而动。这是密旨，你不用告诉我的。你不怪我欺瞒你吗？我又有什么身份责怪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既然娄家失势只是做戏，那他日回京我们就和离吧。我不会霸着不属于我的位置不放，你可以去娶你喜欢的人。你放心，我会同徐子月解释清楚，不会让他误会的。另外，既然我已知晓，他往后也不必再躲躲藏藏了。夫人还真是贴心呢，换我许愿就好。主贼，你算是彻底玩完了。这几日我暗中跟随，发现姑娘好像懂很多生存技能啊。我自幼在乡下放羊长大，1年前才回京的。哪里？在哪里长大？一个小地方，娄公子应该没有听说过。什么地方？无锡。无锡，挺耳熟的，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听过。从我记事时起，对父母的印象就只剩下朝远方行驶的马车，无论怎么努力也追赶不上，像颗被随手遗弃在田间的种子。舅母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你舅母，不是你爹娘，没道理养你。你要想吃饭就必须干活。我知道。说什么寄养一段时间就接回去，我看呐，就是嫌弃你是个女娃赔钱货，想着把你这个拖油瓶甩给我，什么东西？那我们家没有多余的房间给你住，你就睡柴房吧。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，所以我很快学会了察言观色，小心翼翼地讨好着每个人，拼命地干活，努力维系着自己所剩无几的尊严。直到那年的雨夜，周恒醉酒闯入了柴房。表哥，许愿，你在我家白吃白住了这么多年，是不是也该付出点什么？我没有白吃白住，我有干活的。我说不够。你每日可怜兮兮地看着我，讨好我，不就是在勾引我吗？我今天成全你，还不好吗？我没有，你放开我，表哥，你放开我！还是没有？你现在掉眼泪，就是在勾引我。你闻啊，你穿着我的旧衣裳，上面还有我的味道。阿远，今天晚上我在你身上留下更多属于我的味道，你说好不好？你醉了，周恒，你疯了！怎么不喊表哥了？许愿，你是我们周家养大的，你就该是我的。你喝醉了，你出去，出去！我没醉。哎呦，这怎么就给脑袋上砸这么大个洞啊？你个死妮子，怎么敢下那么重的手？他发酒疯，我才砸他的。你说什么瞎话？没事，小伤而已，是我酒醉昏了头了，你请别为难他。哼，我儿子为人从来端正，怎么可能醉酒发疯？一定是你个不要脸的小贱蹄子趁机勾引他，还在这儿倒打一耙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还敢犟嘴？够了！哎呀，好，我不说他了，先带你去上药去。许愿，你逃不掉的。那一刻，我开始恨自己读懂了他唇齿间的暗语，以至于往后很长时间，他回头那幕成了我挥之不去的阴影，只能在窒息与绝望笼罩下苟延残喘，卑微求存。小表妹怎么这几日总避着我，故意躲我呀？我没有。那怎么看见我也不喊人？
舅母让我去河边打水，我还有好多活没干。许愿，你不会以为我真的看上你了吧？就你这干瘪的跟豆芽菜的一样的身材，我会喜欢你啊？那你那碗纸酒喝多了，不然你就是脱光了站我跟前，我也没兴趣。没兴趣，那就最好了。就在我以为周恒蒙在头上的阴影终于消散时，舅母来势汹汹的责难再度将我拖入暗无天日的深渊，铸就了我少女时最惨痛的噩梦。许渊，你还敢说你没有勾引恒儿？我没有。若是没有，他房间里怎么会有你的东西？我不知道。哼，我们恒儿以后是要为官做宰的，要娶也是娶京城里的达官显贵家的小姐，可不能被你耽误了前程。说来也怪你成日簪花戴叶，在他眼前晃荡，惹得他乱动心思，不如干脆把你这头发剪了，以后干活也利索。不要！这地方不守着父母，不可以！你爹娘早就不要你了，要不是我们家这些年给你口吃喝，你能长这么大？姐，你头发怎么了？以后不许穿女裙。舅母，我求你了，我保证以后不在表哥面前出现。我求你放过我吧。阿渊啊，舅母也是为了你好，免得以后惹出什么说不清的笑话，丢了彼此的脸面。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只清楚我多年努力维系的自尊依然随着飘落的发丝七零八落，我成了少男少女口中不男不女的异类。哟，这不是徐小娘吗？不追在周恒尾巴后面喊哥哥，准备自己当哥哥了。辣眼睛啊！你以为打扮成男孩就没人欺负你了？我可是听说了，你是不要脸勾引自己表哥，还被……哎呦，仔细一看还真丑啊！啊，这都假小子了，还怕青蛙说不过去了吧？就是，让开！你们让开！哎，回去干啥呀？周恒都被送走了，你这么着急回去干什么呀？你说什么？你看他傻眼了。周围人铺天盖地的恶意涌来时，始作俑者周恒被送去了外地，于是我理所当然的成了少年人口中勾引凶者，恬不知耻，荡妇。自由寄人篱下，让我习惯了逆来顺受，直到老荀出现。喂，你们几个废物欺负谁呢？方才在马车上，你在想什么？那么入神。没什么。我想起我为什么觉得乌溪耳熟了。我之前在京中太闹的，被我爹丢到那个乡下地方历练过。不过后来回去路上，马车打滑，从山坡滚落，很多事就记不太清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受伤失忆了？所以他不是故意不回信，他出意外了，他不得已才忘了我。应该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记忆。不重要的记忆？并没有影响我的生活。可能真的不重要吧。许愿也在自我脑补，那段时光在他心中只是一个不重要的人，留下的一段不重要的记忆，他自己都没有失忆的困扰。你别再把自己困在过去的回忆里了，他有喜欢的人，那个人不是你。你脸色不是很好，是老婆，我们可以一起。男女有别，算了吧，我去马车里避一避风就好。感觉许渊姑娘好像一下和你生分起来了。还没合理，懂不懂规矩？京城降下第一场初雪时，三皇子起兵谋反。还有什么要同我交代的？平安，平安就好。一定，等我回来，带你风光进城。好，我等我。早已埋伏在城外的龙须率兵杀进皇城，银鞍白马，英姿飒沓，青龙就驾，成了名副其实的少年将军。好帅啊！老将军，他本该是这般万众瞩目，
意气风发的少年郎。手给我。幸不辱命，平安归来。如今来接夫人回家。他唤我什么夫人？傻了这是？你有拜过天地，喊句夫人也不可以？没说不可以，只是我从未奢求过明月入怀，故而我觉得眼前的一切好似幻梦一场，泡影一般，明明并不真切，却还是不忍戳破。陆雪，三皇子妃当街拦人，是对旧人旧情难忘，还是想为新人讨回公道啊？我看是眼看三皇子倒台，又想攀附娄家。当年他们许家眼瞧着娄家失势，趁机悔婚，还好意思重提旧事啊！这许大小姐与娄将军才是患难与共的情分，明眼人都知道选谁。先送夫人回府。娄雪，我承认当初是我怕吃苦，所以不愿跟你去边关。你不能因为我做错一点事就否认我以前的所有好。当年你受伤失忆，是我衣不解带的照料你，我们那么多年的情分呀。你说过无论如何也不会不管我的。你确定要与我谈当年？即便不提当年，流放之时你对我也有欺瞒，不是吗？我们扯平好不好啊？所以你觉得我是存心欺骗你？倘若你告知我只是与圣上做戏，我又怎么会？徐子月，你可知那是密旨？密旨如何？说起来，三皇子针对的从来都是你，我是因你受到无妄之灾，沦为寡妇，难道你不该对我负责吗？徐子月，你还讲不讲理？他就不会像你。他？谁？许渊吗？娄雪，这才过了多久，你就心心念念一个许渊了？怎么患难见真情了，还是睡出来感情了？边关苦寒，怕是个女人你都够了！你打我！你为了许渊打我！你不该出言辱他。许渊为人坚韧，即便遭许家薄待多年，也不曾因怨恨出言诋毁过你。你呢？你口出污言秽语，辱他名节，难道还不该打吗？你就这般维护他？是。娄雪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妻，是他抢了我的位置。你不该怪他，是你咎由自取。娄雪，难道你对我就没有一丝愧疚吗？有过。那为什么当初接到密旨，我不得不满，却许家本是与你商谈退婚之事，想待尘埃落定后与你说明一切，再与你赔罪。可你先一步将婚书撕了个粉碎，你迫不及待与我与娄家撇清关系。娄雪，爱是成全，是唯愿我好，而不是以爱为名捆绑彼此，去要求我牺牲。你我婚约就此解除吧。徐子月，我从未设想过要求你为我牺牲，也曾想找个万全之法保全你，但是你先放弃，我也百思不得其解。为什么我青梅竹马的未婚妻不愿与我同甘共苦，而未谋几面的许渊却愿与我患难与共？你说为什么呀？是我不够好，还是我爱错了人？我的死讯传回京都时，你心里可曾有过一丝一毫的伤痛？有吗？没有吧？因为你和三皇子的婚讯已经定下，顾不得伤心吗？不是的，我也很伤心，可日子总是要过的，我得往前看呀。许渊他能吃苦，他自小在乡下长大，可我不一样，我受不了边关苦寒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爱你啊。或许你爱过，但你爱的只是那个家世显赫的娄雪。权衡利弊，趋利避害，是人的本能，这不怪你。可我见过真正赤诚的爱，一腔孤勇，为我而来。尽管我克制自己不去在意，却还是会被他的一颦一笑牵动心绪。我曾深恶痛绝自己轻而易举的移情，想与他划清界限。我觉得他值得更好的人，我觉得没有彻底放下前人，不配与他谈感情。今时今日，再见到你，听到你那些言论，我觉得我可以放下。我不得不承认，过去是我爱错了人。
说来说去，还不是因为你爱上许渊了？是，我爱上许渊了。你以为话说开了，我就会放过你，不再纠缠你？楼寻，你做梦！你在香炉做了手脚。父亲，母亲。哎呦，看着消瘦了不少啊。我们渊儿这些日子受苦了，但以后都是好日子。我们渊儿也是风风光光的将军夫人了。母亲，你睁眼说什么瞎话？楼寻分明是紫月姐的未婚夫。玉子木，难道我有说错吗？放眼京都，谁不知道当年婚约是给楼寻和紫月姐定下的？他抢了紫月姐的人，难道还不让人说啊？什么叫抢？哎呀，渊儿，你别生气呀。他自小被我们宠惯了，这些日子又吃了苦，所以我就该承受他没来由的恶意。我不欠他什么吧？是。徐子木，当年楼家遭难，是徐子月亲手撕毁了婚书，我没有抢。没有抢？那你现在把楼寻还给紫月姐啊？这才是你们今天来这的理由吧？想让我把楼夫人的位子还给徐子月，所以纵容幼子无礼，想借他的口来达成目的，是吗？许渊，你怎么能这样想你的生身父母？阿渊，你也是我们的女儿，是我10月怀胎从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我怎么可能那么委屈你啊？只是紫月毕竟是你妹妹，如今又遭逢如此巨变，娘是怕她日后另嫁，在夫家遭人嫌弃。可楼寻倒也不一样啊，那婚事当初本就是紫月的，如今只是想让你从中劝说一二，让楼寻将她抬为平妻，不会影响你的地位。你们姐妹也好有个照应，不是吗？母亲，你的心从来都是骗我。你怎么和你母亲说话的？男人3妻4妾本是常事，你如此善妒，日后……父亲，扪心自问，倘若今日站在这里的人是徐子月，你还会说出3妻4妾是常事，劝说他给夫君枕边天人的话吗？你会吗？你不会吧？那为什么到了我这儿就变了？因为你们打心底里就没有觉得我是你们的女儿，你们不曾为我谋一点利益，不曾想过我的日后，不曾给过我半分爱，却还想剥削我仅剩的余物，要你们真正的女儿，真的好狠心啊！你们既然不爱我，当初又为什么要生下我？你们生下我又不管我，把我一个人留在穷乡僻壤，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他们。我不也是你们的女儿吗？为什么要那么对我啊？你从来文静懂事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……因为有个人告诉我，觉得冷的时候要说冷。母亲，我心冷。小时候我期盼着你们将我接回身边，但没能如愿。后来回到京都，我期盼着自己的懂事可以换来一点怜爱疼惜，依旧是奢望。我寄托在你们身上的感情一次次落空，我以为我真的已经习惯了，释怀了。可直到今天，你们为了徐子月与我扮演着母女情深，让我委曲求全，我才发现我还是释怀不了。什么从未怨过，全都是骗自己的鬼话。我永远都无法替年幼的自己原谅你们，永远。来人，送客。等等，你还想说什么？你就没好奇紫月姐和楼寻到底去哪儿了？她与楼寻自幼青梅竹马，感情甚笃。你不会以为你短短数月就可以替代她在楼寻心中的地位吗？她当初娶你，不过是与紫月姐赌气。你若识趣点儿，就该主动退位。我与楼寻如何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指手画脚。把他带出去。你不信，尽管去别人看啊！徐子月，你胆敢对我下药！哼，你现在有空在这儿与我纠缠，不如先回去看看许渊。忘了告诉你，昨晚他来过，虽然你只是被我下了迷药，可他亲眼目睹你我躺在一张软榻上。你说他会作何遐想啊？找死！找死！不要怪就怪你移情，我不好，你们谁也别想好过。楼寻，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
我已经离开了京都，去往本属于我的地方。我曾以为京都有我的亲人、爱人，可终究还是舍我。很抱歉，没有履行承诺，同徐子月解释清楚我们的事。但我看到你们躺在同一张软榻上，想来如徐子木所说，你们感情甚笃，便不需要我多余的解释。我自愿让出楼夫人的位置，归还给本该属于她的人。祝百年好合，许渊流。夫人离开时，可见过什么人？许家父母曾携幼子来过。合理，做梦！将许家人提来，我亲自审。你们和他说了什么？贤婿，你这是……我问你们到底和许渊说了什么？他为什么会留书离开？许渊走就走呗，他走了你正好娶紫月姐，你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算他还有点眼色，知道自己比不……这些混账话，你也没少在他跟前说吧？姐夫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当初三皇子谋逆，你们身为姻亲本脱不了干系，我念在许渊的面子上向圣上求情，免你们死罪。你们非但不知感恩，还逼着他留书出走，我还配为人父母吗？念在许渊的面子上，你不是……你们既然不把许渊当许家人，不把她当你们的女儿，那我也无需再因她额外开恩，将许家人带下去，与逆王一党一并处理。什么？我不要死！姐夫，姐夫，救我！我这是怎么了？你在云州街头晕倒，是我救了你，就先将你带回府了。是你，表哥？是我，很意外吗？你为什么会在云州？我记得有个人说，以后长大一定要来云州这个春暖花开的地方生活。许渊被带回周家的那天，阳光明媚，他站在母亲身后，窃窃同我笑。哥哥，哎呀，谁是你哥哥？他很乖，很懂事，逢人就笑，却总在私下偷偷的哭。哥哥是风迷眼睛了，阿渊没哭，谁管你啊？自他来后，我身后多了个小尾巴。我从一开始的不耐烦到逐渐习惯，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同。她是妹妹，妹妹跟着哥哥而已。直到某日，我看到有个少女在她额间落下一吻，妒火在心底燃烧，几乎烧干了我所有的理智，接着就一犯了昏。许渊，你就是我们周家养大的，你就该是我的。你喝醉了，你出去，出去！我好像喜欢上了不该喜欢的人，我对他恶语相向，试图掩盖我卑劣不堪的心思，最终还是连累了他。母亲发现了我藏在房间里的他的所有物。许渊必须送走！别赶他走！你不是想让我入仕途吗？我走，去京城备考。他没地方去了，所以别赶他走。当年我很抱歉，我为我自己年少时醉酒后的不知分寸，给你带来的伤害，同你道歉，不敢奢求你的原谅，只求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。阿远，留下来，让我照顾你，好不好？当初你被舅母送走，是为了我？对不起，我从来都只拿你当哥哥的。没事儿，既然拿我当哥哥，那让哥哥照顾妹妹，你总不能再推辞了吧？更何况你如今有身孕在身。什么？你如今有身孕在身。什么？你怀孕了，腹中胎儿已经4个月了，只是因为不想怀，所以4个月是楼群中毒那晚。孩子的父亲是谁？那这个孩子你想留吗？孩子毕竟是无辜的。阿远，未婚先孕是丑闻，外面的闲言碎语我怕你受不住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当孩子的父亲。生前难却下，我还是留在了州府，但没应承他的提议，那对他不公平。至于闲言碎语，我自有使便听惯了。
我并不在意旁人如何看我，也不愿活在旁人的眼光下。云舟很好，哪里都好，周恒也待我很好。他变了许多，不似少年时纨绔肆意，反倒多了几分端方正气，待人间物温润有度。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那个人了。阿月，你前几日惦记的粉蒸酥了，尝尝。有心了。你成日闷在家里，要出去散散心吗？这几日身子背懒，实在是不想出去走动。阿月，表哥直言便好。我最近听来一些消息，是关于京城楼家。你腹中的孩子是楼寻的。是。我不知道你们中间发生了什么，但楼寻前些日子去了无锡。他傻眼了，他不会真的那么恶心吧？喜欢自己，他哭了，是真的。喂，你们几个废物，欺负谁呢？什么不重要的记忆，明明很重要。楼寻，你简直活该！楼寻在天翻地覆的找你，你还想见到他吗？我不知道。阿月，我一直在等你。少不经事时的一次冲动，让我错失先机，我暗自悔恨了许久。如今久别重逢，我又生出太多顾虑，唯恐惊着你吓着你。阿月，但我求你，别只把我当哥哥，好吗？给我一个和楼寻公平竞争的机会，好不好？肚子。来人，将我拖来！许愿。重到无锡，故地重游后，我才开始慢慢读懂他藏在无人处的爱，读懂他的欲言又止。原来命运早在多年前就馈赠了我们一场天大的缘分。别哭了，我娘说了，女孩子掉落的眼泪要用手帕接住，不然就会变成珍珠滚丢了。眼泪是不会变成珍珠的。我是为了逗你笑的，你怎么这个阵儿也叫啊？他们为什么欺负你啊？因为我不伦不类，不男不女，好欺负吧？就因为这？你看我一个大男人簪花，是不是也不伦不类了？但实际上别人的看法都是狗屁，仅靠着穿着外表去随意定义别人的人，都是一些自以为是的蠢蛋。别在意他们的看法，他们又不了解你。我就觉得你很特别啊。偷偷告诉你啊，我爹说边关将士还偷偷往盔甲里塞丁香呢，很魔幻吧？许愿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我怎样才能找到你？小花，这下看得到了吧？救救妈！慢些，别摔着他了。我看他算是被你惯坏了，自己热闹着要来看灯会，这才走了几步路啊，就要人抱。你都快成小猪了，还让舅舅抱啊？哎呀，就他这点分量，还不比一杆枪重呢，抱着一点都不累。好啦，跟娘亲回屋睡觉啦。不要，花花今晚要和舅舅睡。真的不跟娘亲睡？不要。没事儿，小花也不闹人，我带她一晚也可以。走喽！乖，别出声，你也不想被女儿看到房间里藏了个男人。许愿，还真是够能藏，都藏到野男人家里了。你知道这5年来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我到处找你，我恨不得将天掀翻了。你呢？你有想过我吗？你为什么要不告而别？我没有，我有刘信跟何理。不许提那2个字。你别在这儿跟我耍流氓。何理是我。看来还是不长记性。楼寻，何理是我撕了，所以你还是楼夫人，跑不掉。你狠心剖腹，现在还跟我发脾气，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狠心的女人？你先放开我。我不，谁知道你是不是要跑？
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。不跑，我不信。那我们这样怎么说话啊？现在总可以了吗？你有劲没处使啊，非得抱来抱去的。有劲，但只想往你身上使。雪，我真的好想你。这些年，我一个人去了很多地方，去了乌溪，我想起了那些被遗忘的记忆。对不起。为什么跟我道歉？我想起的太迟了，平白惹你伤心那么久。我喜欢你，许愿。因为愧疚，因为爱，因为爱你，所以在看到那封信时，我又气又恼。气的是你留书出走，不告而别；恼的是我自己。倘若我能多给你几分底气，我们也不至于分别5年。明明早在回京前，我就察觉了自己的心意，没想到临了被徐子月摆了一道。徐子月摆你一道？他给我下了迷药，惹我夫人误会离家出走，害我夫妻分散多年。你能别一副受尽委屈的样子吗？我就是很委屈啊，谁那么大的老婆跑了不委屈？你说了这么多，就没有什么想问我的？啊？女儿和你口中的野男人。我女儿。你怎么断定的？真夫妻不会分房睡。而且我刚才躲在房里，听到女儿喊她舅舅，所以你不光自己跑，还带球跑，太过分。要罚。你别胡闹。想什么呢？罚你陪我睡觉。就睡觉？就睡觉。大舅哥早啊！来，乖女儿，改口喊声爹来听听。娘亲，他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就突然冒出来的。你循序渐进点，别吓着孩子。哎呀，随我来一下。那人想必就是楼寻吧？你真的想好了？想好了。我们之间有些误会，但误会总晚说开了。你不知道，我偷偷喜欢了他很多年，其实是我得偿所愿了。待你2人大婚，我定备厚礼。赠妹妹妹婿。谢谢哥。